好，可以开始了。好，大家好，我是劳伦斯。那今天呢，很荣幸可以来访问到Josh 哥，还有 Jerry 哥。对，那我们先请 Josh 哥来简单介绍一下他的这台车子好了。我这台车是 BMW K1100 LT， 那它原本是休旅车这样的一个款式，那我有做了一些改装，让它平常是可以比较好骑，重量也比较轻，这样。那 Jerry 哥这台车呢？这款是2003年的 BMW R1150 GS，那它算是GS 车系的第2个平台吧。对，然后它是首个就是有加入油冷，所以它的英文的俗称国外英文俗称叫 oil head，也就是油头的意思。那因为呢，我在要来访问之前我有在网络上做一些功课，就发现说，这种车在网络上其实都查不太到资料，但是国外的资料是非常多的，所以呢，也想要问说，Josh 哥怎么会想要来开始玩这台车这样？因为我其实骑打档车是已经超过20年以上，就是从高中时代就开始在骑。那时候是骑雄狮，那后来大概是在2016年那时候，我有看到一个 K 系列的车改装车，我觉得我吓一跳，而且我觉得非常帅气，而且非常想要一台一样的车，就是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才开始找车，但很快就找到。那找到以后就开始去摸索，就是看能不能把它打造成我也想要的样子，是这样子开始来的。这个风格应该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咖啡 racer。应该是说它不是很经典的那个 Cafe Racer 的风格，因为就是当然这个资料大家去查可能都可以查得到。那以我个人的想法也是，可能认为是，比如说它一定要双缸，可能一定是要凯旋或 Vincent 或者是 PSA 或什么一些英国品牌。那骑士的打扮风格也要就是相呼应，但是这个东西已经离现在2025已经很久，就是当然你要去复刻这个也行，可是，在我们现在玩车的条件下 ，K 系列这一款跟所谓的经典的Cafe Racer 风格来说，当然是有点差异，但是我想这样的一个 style 应该是没有错的。那接着呢，再来问一下 Jerry 哥，就是这台，因为我们刚刚稍微聊一下，就 Jerry 哥以前是骑野狼，对，那怎么会想要来骑这台车？这个嘛，因为算顺序来说，它是第3台车。那我的第1台是野狼，然后第2台就是另外一台是 Moto Guzzi 的离奇，那它也是比较复古街车型的。因为我住在基隆那边，那边通常气候潮湿什么等等会比较容易下雨之类的，然后因为加上我身高比较高，那然后我上班的地方可以走快速道路上去，那在这个条件之下呢，就开始在那个 marketplace 找嘛，然后然后每次就休息时间的时候就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适合我的条件的车，车身要能够稳定性够，然后动力也够用，然后也不要太小台，不然看起来我像在欺负车子一样，就有点尴尬。对，在大概6月底的时候，就刚好花到这一台，然后看到这个大黑鸟，然后预算也 OK， 然后也蛮符合我的身形的。虽然说2003年的车，但是扭力有10公斤米，那马力85匹，我觉得在台湾算是已经很够用了啦。前车主是一位也是跟我一样，大概185公分左右吧，也是个爸爸。他买了3台一模一样的，对，然后他割这台，他答应了，他把它割爱给我。那他很强调说这个是全原厂，基本上你看到的大部分都是没有动过，除非就是这个罐桌这边它改成了 CNC 的，然后跟一些小配件之外，基本上都是维持全原厂这样子。那我这一台它是 K1100，是1983年之后的，算是进入到4气门时代的 K 系列。那它的年份是1993。那这样的引擎它应该是到1997之后
1998起，就是在台湾也有的车它叫 K1200，那 K1200也是分成 RS 跟 LT，那之后的 K 系列它就没有这样水平式引擎，之后都采直立式，现在最新2024、2025就 K1600，因为大家都知道 K1 是一台很有名的车嘛，那同样这台跟它我稍微查了一下，他们应该是属于就是会玩这种车，就是都会了解到的两款车。应该是感受的资讯是这样，就是说 BMW 这一个100年历史的车厂，民间摩托车的部分，它都是以化油器双缸去做一个产品的卖点。那但是到1983年的时候呢，他们有尝试去做一个4缸车，就是说跟以往的化油双缸不一样再来就是说加入电子喷射，然后包含 ABS 首次用在摩托车的一个技术上那产品推广路线它也比如说去各国的警用的一个市场去推广。我的车是 K 系，那Jerry的车是 R 系。我自己个人感觉就是说它的一个产品的延续性上，它为自己做的一些挑战。那Jerry哥这边对你的车有什么特别想要分享的吗？分享了吗？目前就因为我只签了算是2个多月的时间，大概骑了6000公里吧。对，所以目前我的感想就是因为它是首款搭配Power Lever 的前避震器，然后跟单枪后避震，所以它不会点头，就是你重刹的时候，它是不会点头，它会很像骑着这样沉下来。我个人感觉是这样。在2003年的时候，它其实的功能就已经很完整的，有 ABS， 然后有胶恩手把，然后油表、油温表，该有的都会有。那我觉得我算是赚到了啦，就22年前就出来的东西，但我觉得在现在刚好符合在我的需求之外，它动力也够，稳定性也够，然后加上 BMW 最经典的轴传，对，这是完全不需要去顾虑到保养的问题，就时间到，引擎油换掉，变速箱油换掉，然后轴承油换掉就可以了。那基本上就检查它漏下的油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比如说磨耗啦，其实基本上都算是很好顾的一台车。然后发动的时候它会有一点往右甩的一个那个动作，然后水平对位跟曲面，然后应该是取决于它驱轴转动的方向，因为它这边它是属于应该我没记错应该是顺时钟转，我们刚从那边看到顺时钟转，所以它在转动的时候会往右偏。那好像水冷的话，好像是往左边的，它会往左甩。那刚才那个 Louis 也介绍，这个应该我们自己也认为是属于叫 Cafe Racer Style 的一个风格的原因。我们移除掉它原本 ABS 材质比较厚重的这一个老流罩整个车的重量有减轻。那再来是就是说所谓改造这个事情是很个人想法。4缸车的车种它比较为引擎的特性注重是在高转速的一个区块，所以说在风格的改装的风格的一个决定条件，才会想要把它做所谓 Cafe Racer 的一个风格。那当然配合这个风格上面跟自己个人骑乘姿势的习惯跟调整做的差异，就是说把它改成真的是分离把。那再来就是因为没有载人，所以说后面有一个单座盖。那脚踏的部分是符合自己需求的方式，我夹得到油箱。因为虽然说所谓这个 Cafe Racer 风格，但是用路的环境是一般道路，或者是说山路上，所以说车子当然它会比较低趴，就是说它的外形会看起来比较低一点。那也比较牺牲掉一点倾角，但是坦白讲，该有的都还有。所谓改装这个东西，不是只有消费者，或者是我想要我的车子怎么样，那我去找，
我觉得改装这个东西是自己心态的一个改装或调整，包含你跟店家的沟通这一些，或者是所谓的磨合，或者是说他改出来的东西有没有符合你的需求，在彼此的认知的调整。那像我后来找到的店家是这样，就是说我是一边骑车一边改装，并不是一次到位，而是一边改装一边骑乘一边调整，不管是调整自己，或者是调整跟店家的沟通，因为最终你会希望你的成品做出来是符合你自己想要的条件。那店家来说，他当然也会希望自己的劳力获得的报酬是正当的。那你消费者也能够兑现你自己的需求。那这个就是原厂嘛，所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对，目前来说都是全原厂。那你之后会想要改吗？还是就维持它现在这样？我觉得我接下来的方向就是先把它整理到基本上没问题。对，因为我其实大家出去玩最怕的就是突然误入嘛，突然哪边出问题就不能动，所以我会先比较着重在于它的各种，比如说有什么异音，或什么漏油的部分，我会先特别注意。那在它基本的运作都没问题的时候，我可能才会去做下一步进一步的改装。对。那这个的话，现在因为当初影集爆红的关系嘛，所以等于说它销量直接往上拉升。所以在比如说欧洲地区啦，或是美国地区，他们那边的车主可能里程在10万、20万以上，大的多了去了，这样对，非常多人骑了非常多的里程数。那现在在90167公里，我们大概骑了6000多。对，因为我真正签车的时候大概是84000，对，前车主他也是骑的蛮用力的。对。那我也是很喜欢他在耐用性这部分。对，那接下来可能会保养的部分，也许我会比较注意在热车的时候的噪音，冷车的噪音，然后变速箱的噪音，跟轴传的噪音。通常大概这种车子，前辈跟我说了，就是这种车子就是会有哒哒的声音，是算是正常的。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子。那如果出现锵锵锵的声音，那就不要，他可能要停下要可能去查修一下。然后因为我喜欢自己保养车子，我喜欢自己动手改一些小东西。虽然说没有没有正式的去学习相关的汽修方面的课程，但是我很喜欢自己弄一些简单的，比如说换机油啦，换各种小保养啊，然后基本上想得到有的我都会想自己换。然后如果简单的这些排修啊，或者是一些比如说一般人不太会想要动手的一些小东西，我会想办法把它改成就是能继续使用。当初没有选择就是新的大新的也不错。第一个很现实嘛，就是预算的部分。对。因为那个时候我预算是抓在20万上下，20万上下，然后条件就是动力组嘛，刚刚前提到动力组，然后全天候的稳定性要足够，然后也不要太小台，然后要大台一点，不然这又会欺负车子的感觉，我觉得车子很可怜。然后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的点就是它是前后的无内胎钢丝管。对，它当初也是一个算是应该是专利设计的，就很难得的一个款式。OK， 对。那它这部分呢，我觉得在当初掀起的那段时间的东西啊，他们的做的东西都很到位，它不会像现在可能环保材质很多啦，或是一些不需要给他就不会给你。他当初他给的非常齐全，像这边的话，它会有一个比较简易的工具包比如说像调避震预载扳手啊，或是像一些活性塞扳手、抗龙扳手跟下面的这是钢瓶，前车主留下来的，能不能用我不太确定。对，就是假如说你车子轮胎重钉的时候，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补救。对，然后上这边会有一些，比如说
一致跟十字的扳手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些新型扳手、六角扳手、小扳手，然后火星塞的8套头。对，那它基本上该给你的都会给你，然后甚至有一些感觉平常你用不太到的，对车来说可能用不太到，它也都会付给你。因为这不管什么车都一样，一定都会有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螺丝松动的情形，或是一些可能有油封漏油啊等等，这我觉得这都算是能理解的。何况就是这么年纪那么大的车，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装备我觉得是非常贴心的装备。然后前面的部分，他们的概念就很像是在做车子的感觉，它的尴尬没盖好，盖子没盖好，对，这个是那个保险丝盒，然后它连那个备用的还留着，这当初做的都很完整，对，然后前面这个是下面这是空气滤芯，然后前面这是电池，对，它的状态就很接近在于以前的传统系街车，它准备要跳到就是现在比较常看到的。我们常看到的多难车型，那它在这2个转捩点之间的算是一个进化过程吧。它刚好就是保留了我比较喜欢的接近复古车元素，有铁油箱，然后气冷，这对我来说我比较喜欢，比较介意的部分就是我希望它是保持比较水冷的部分，因为讲一个很白，就是游览车你让它漏个油，它至少能动一下。水冷车你只要一滴油水漏掉，你完全不能动，我觉得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所以，如果我在做考虑的时候，我一定会以油冷车、气冷车为优先，除非是比如说防晒、性能车那个肯定当别论。那我觉得可靠耐用度是我最重视的一个点。对。